同学们好啊，这节课开始啊，我们来学习基础的色彩知识啊。基础的色彩知识啊，胡和老师通过自己多年的这个教学梳理和理解啊，针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，对基础的色彩和我们中国画的色彩的基础进行结合。因为现在我们学了很多知识啊，能接触到的，你无非就是两种体系，一种是中国画的体系，一种是西画的体系。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，我们现在啊中西啊，它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融合，尤其是在色彩方面。而在色彩的工笔画方面，它的这个融合度啊，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。但是它的基础理论是不变的。一定注意，所有的应用啊，你看起来非常复杂的色彩关系、色彩理论啊，它都是由什么呢？它都是由基础的理论组合而成的。你把我今天说的这些基础理论熟记，首先第一，注意熟记；第二，理解；第三，熟练的应用出来，你就能从大部分画中找到这些基础色彩关系的应用。那好，首先说啊，我们这个颜色分成，一般咱们总的来说啊，首先颜色，所有的颜色啊，全世界所有的颜色它是分为三大类的。哪三大类呢？一种冷颜色，冷颜色啊，来，我把这个盘子先拿走，拿张纸，我给大家写一写，要不然光看的话。一种叫冷颜色，我在边上写吧啊。一种叫冷颜色，冷颜色；一种叫暖颜色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中性色啊，中性色。冷颜色包含什么呢？蓝色、紫色、深绿色。暖颜色包含红色、黄色、橙色、浅绿色，当然粉色也属于，咖啡色也属于咖啡。此次就这样啊。中性色包含什么呢？包含黑色、白色、灰色，黑白灰啊，三个颜色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冷色和暖色的概念啊，就是把它提出理论的这个概念啊，我目前所知啊，我是从西画这一套理论，就是西方绘画这套理论出来的啊，有冷色有暖色。黑白灰这个黑白二色啊，以前西画是没有的，只有中国画。西画现在为什么有了呢？它是通过我们中国啊，中国的文化传到日本，日本的明治维新啊，再往后再推到西方，它再反馈回来，西方学的是日本的这个黑白。现在西方画有那个什么，有黑白色。在明治维新之前啊，他们西方画里是没有黑色和白色两个色的。那我们中国啊，主要是以黑色白色为基础，叫水墨画啊。这两个其实这三个啊，加起来就是构成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笔墨啊，水墨画。水墨又称为什么呢？阴阳啊，是不是？阴阳。那我们就从这一点，我们来讲中国画啊。西画冷暖色咱们先放开，不要。阴阳里头啊，阴阳里头分什么？黑白嘛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们就从黑来说，黑色、白色，里面有点道教的感觉了啊。道教阴阳黑白嘛，黑色由什么色组成？白色由什么色组成？是不是啊？对，黑色由什么色组成？红黄蓝。红黄蓝，你三个红黄蓝原理上相同浓度的啊，相同浓度的加在一起会变成黑色。那白色会由什么组成呢？橙绿紫。橙绿紫。理论上啊，我这现在都说理论，有些同学就问老师，橙色加绿色加紫能变成白色吗？不可能，变不成白色。你就是自己调，你也调不出白色，只能调出黑色来。那为什么说橙绿紫能调出白色呢？这个白啊，它是在光的范围内，光线的橙色的光、绿色的光、紫色的光合在一起，白光，懂这个意思了吗？
那我们这个黑呢，是我们物质上画画的。那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什么呢？研究的是这一块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画画嘛，你用到的这个，那这个光你能用得着吗？能用到，它叫什么呢？光与现实之间的，光也是一种物质啊，光子嘛，它叫环境色。把它的这一套理论啊，给它加到我们这里头啊，这就通过一个环境色的理论来把我们这个颜色能加到这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你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，你走到了一个红色的房间里，红色灯光的房间，你的衣服还是白色吗？你穿了一个黄色的衣服，走到一个红色的房间里，你的衣服还是黄色吗？是不是啊？这就是一个光的对现实颜色的影响，这叫环境色。这个环境色我们国画中能不能用到呢？以前没有，过去2-3千年没有，最近几十年有啊。也就是说，这是环境色是西方绘画的理念。那我们画出来的画怎么样呢？很好看啊，很好看，很水粉，很水粉。我们中国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？有容乃大啊！中国不能说中国画，就是说中国文化。好的，我能融进来；差的我剔除出去。有的文化啊，不能说哪些文化，有的文化它是容不下别人的，就是你别的理论进来，我格格不入。中国画不一样，中国文化不一样，你进来好的我都能给你融进来，这就是中国文化强大之处。所以啊，这个环境色啊，会在中级班或者做高级班，我们会讲一些环境色的应用，这些现在啊不讲。作为初学者，你也可以不考虑，但是要知道大概。我们就来说这个，你看一层一层，是不是就有了哪些是中国画，哪些是西方绘画的理论啊？当然这是片面的啊，也是我个人的理解。我梳理完了以后啊，不能说全对，但是什么呢？但是基本能让大家把这个色彩的这种承接关系啊理论出来。好，黑色由红、黄、蓝，红、黄、蓝是什么色？我们的三原色。三原色是最基本的3个颜色啊，是不是？三原色相叠加会变成什么呢？红、黄、蓝。三原色叠加，红、黄、蓝，一定这种的啊，一定这种的。红加黄变成橙色，注意这些要记住的。红加蓝变成紫色，黄加蓝变成了绿色。你看这个位置，它们俩正好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十字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色环啊，一个就是色环。一个色环当然有很多种，色环也不是说它是，就是色环就是西方绘画的理论啊。但是我们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中国画没有色环这个概念。但是我们对颜色的了解，我觉得西画这块还是比较直观的，是不是？色环就是把这些颜色换成一个圈圈，把它换成一个圈圈啊，然后这边是黄绿之间的颜色，这个是蓝绿之间的颜色，基本三原色是这样。好，有了色环以后，它就分了几种我们需要经常用到的一些色彩知识啊，色彩知识有些是现代啊，有些是西方融到中国画的，有的是中国画本身都有的啊。比如说什么叫对比色？对比色就是对面的颜色嘛，是不是？红的对比色是绿，黄的对比色是蓝，紫的对比色是啊，我看黄的对比色是紫啊，它是这样的。橙的对比色是蓝啊，它都是色环一个相对的颜色。还有一个是互补色，互补色是什么呢？一个范围，就是这个红色和它相距120度的颜色到180度的颜色，对面和这个范围内属于它的互补色。为什么要用对比色和互补色的概念呢？它们放在一起啊，对比色放在一起啊，就怎么样呢？显得更加的好看。比如我们中国画经常用到的朱砂或者朱标吧。朱标属于什么呢？橙红色啊，偏红的。红色的对比色是绿色，是不是？石绿。朱标对石绿，或者朱砂对石绿，朱砂和朱标都是属于一个色系的，是不是？朱标或者朱砂对石绿
啊，这个颜色就特别好看。比如这是朱砂，石绿呢，我给拿一个啊，这是石绿，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就特别好看。那你们经常能在如果说有接触的，在什么地方能看到这种颜色的对比呢？使用呢？敦煌壁画经常用到这两个颜色。想一想，敦煌飞天这两个颜色有没有？绝对有啊，这叫对比。或者说什么呢？朱标还有什么呢？石青，橙色和蓝色嘛，啊，是不是？橙色和蓝色，石青，你看石青放在一起也很好看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有的朱砂啊，有的朱砂是好几种朱砂，有的是偏红的朱砂，有的是偏红的朱砂啊，像这样，有的是偏橙的朱砂，偏红的朱砂我就跟石绿放在一起对比色好看啊，偏橙的朱砂呢，我就跟石青放在一起，这就是对比色的应用啊，在这个敦煌壁画里经常会遇到，是不是？而且不只是敦煌壁画啊，在我们的各种绘画中啊，经常会看到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看，哦，原来对比色是这么应用的，这就是国画啊，我们国画里头经常用的这些颜色，这是很经典的。当然了，还有其他色啊，其他色我就不一一来阐述了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后面就在我们后面的课程中啊，会将这些颜色逐步的在应用中啊，慢慢的讲解。对比色、互补色用完了以后啊，这就是颜色对比。还有一个叫相邻色啊，什么叫相邻色？挨着的颜色，比如红、紫、蓝。挨着的，它们三个排在一起也很好看。比如橙红紫三个，红橙黄三个，你们发现没？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转一圈，它们之间相揽相连的，或者橙黄绿，这属于什么呢？相邻啊，邻居的邻嘛，相邻色，是不是啊？相邻色。为什么要学相邻色呢？有些我们的绘画的时候啊，有些颜色搭配啊，你用相邻色就很好看。比如说这个整个画面的背景，红着红，红完了黄，黄完了啊，红完了橙，橙完了黄，过渡过去，按照一定的比例啊，拼接的比例6-3-1法则，这是经常用到的，这也是西画的理论，或者是对比大面积的一个，小面积的一个进行对比，这都要用到相邻色啊，这都是基础的概念。但是我们刚开始用啊，需要用到什么叫同类色啊？需要用到的是同类色。同类色这个概念啊，是我们刚开始接触必须学会的。这些啊，你稍微理解一下，记住它就行了。稍微记住，同类色是需要你准确掌握的颜色。什么叫同类色？来，注意听概念：相同的颜色，不同的深浅。比如我拿这个蓝色举例。蓝色有多少种蓝？深蓝、浅蓝、更浅的蓝、更深的蓝，它们都属于同类色啊。我们要学会同一个颜色，你调5到6种不同的颜色，这就是我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学习的了啊！你看刚才为什么我拿了个盘子呢？这就是我们啊用来了解这些颜色的时候啊。往下说这个3原色，来，我们拿这个颜色，国画颜料啊，就拿国画这种普通的管状颜料，我们来举例。首先啊，我们这个国画颜料里头啊，3原色包含用的基本是这3种：藤黄、蜀红和太青蓝。注意是太青蓝啊，藤黄、蜀红、太青蓝，这些都属于化工颜料。我们先把色彩的这种基础的这种理论啊，我们先怎么样呢？先给他学一下啊，先给他了解一下，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学啊，再往还有下面一个小系列还要学红色、蓝色、黄色。这种管状的颜料是现在我们市面上最便宜的啊，最便宜的颜料大概2块钱左右啊，一支，不包邮。红色加黄色，什么色？橙色，是不是？好，
黄色加蓝色，绿色啊，这些都要自己来试一试啊，是不是？还有红色加蓝色，紫色是不是？红黄蓝加一起，红黄蓝加一起，这就往灰了变了。你调不出来，你绝对调不出来黑色，只能往灰色变。但是红黄蓝相叠加为灰，就要注意了啊，往灰了变，就是我就说了，就是往它的颜色的深了变。什么意思？比如我刚才说的同类色，刚才说什么是同类色？来回忆一下，能记住的吗？啊，同类色，相同的颜色，不同的深浅。比如说我拿这个橙色来比，想把橙色，就这个橙色为标准，想把它变得浅一点，好，加什么色？加黄色，就变得比较浅的橙色了。你看，如果想把它变得深一点怎么办？先说浅吧，加黄色可以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加什么色？加白色。看看我那个白色呢？哎，加白色。注意了，这是同类色调的方法。一种是加它亮度比较高的颜色，你再加点白。你看这个橙色在这里，再加一点点白，你看，它就变成这种很浅的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把它往深了加怎么办？有几种方法。第一种，加黑色嘛。对了，第一种加红色，加红色，你看变成了比较深的橙。第二种加黑色，第三种加它的黑色，不就是红黄蓝吗？加补色。红加黄缺什么色？红加黄缺蓝色，你里面再加一点点蓝，它又深了。为什么红黄蓝嘛？懂了吗？加补色，你看是不是变得稍微灰了点了？这就是什么呢？同类色调同类色的这种基本概念。每一个同类色，每一个颜色，它都符合这样，加白色加黑色，都会使它变亮、变浅、变深。同时加补色，比如黄色的补色，黄色缺什么？缺红色、蓝色变黑，那你就加紫色嘛。黄色加紫色，你绝对能往灰了变，是不是？那黄色加白色，肯定是能往浅了变。所以注意了，我们调色的时候要注意啊，注意什么呢？你们需要练习的是哪几种颜色？我现在有一个色卡，我给大家看一看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这里面有我做了一些色卡，这个色卡的这个，我拿这个什么呢？啊，我拿着这个塑封袋啊，给它塑封了一下。你们呢？我给它做成了电子版啊，电子版给它扫描，不是拍照，是扫描。经常用到的这几个墨色，首先啊，这个同类色，首先墨色这个同类色，就是用墨汁啊给它调的，就是加水，由深到浅加入不同的水啊，逐渐就调成越来越淡。剩下的红色，曙红再往下啊加水变淡，再往下加白变成这样的，曙红稍微浓一点，颜料多一点啊就变成深红，再往上加什么呢？加墨色啊，加墨色。这个黄色也是这样的，黄色你稍微加一点点水，变成淡黄色，再加白色，变成很淡的白。上面呢，黄色加一点点红色啊，是不是？或者再浓一点，稍微加一点点红色，变成了还偏稍微深一点的黄。再往上加一点点紫，变成这个黄。蓝色也是一样的啊，蓝色就是我们的太青蓝。太青蓝加水，淡太青蓝加白，最淡的。然后上面加一些什么呢？加一些墨啊，稍微加一点点墨，变成深蓝，叫花青。再往上，墨多一点，就叫墨青。啊，绿色的话，就我们是草绿，草绿就属于藤黄加花青，调成这个草绿。草绿加点黄，变成这个绿，浅绿，再加白，变成这个绿。草绿里加点花青，变成这样，再加点墨，变成墨绿。对，这是我们最基础的这五个颜色啊，这5个颜色。
要自己来试啊。这个调颜色也不难，你看，把我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对比着色卡，把色卡下载下来，参照着来学。这叫什么几个浓度？淡、中等偏淡，然后中等浓度，中等偏浓，浓啊，一般都是这样5个档次。为什么胡和老师一定要说我们这个同类色必须学会？因为在画画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常遇到同类色来进行晕染和褪晕。后面你们要学到如何进行褪晕啊，是不是啊？如何进行褪晕？所以啊，这些知识呀要注意了啊，这些知识呀，我们要把它熟练的应用出来。就调颜色，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术含量，就是细心一点，多尝试，就是个做实验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这个同类色我们就到此为止啊。在我们国画里和西画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呢？它分为实色和水色。实色是什么呢？注意了啊，来，我把这个纸再拿出来，翻过来，分为实色、水色。实色它本身是什么呢？本质上来说是遮盖力比较强的颜色，遮盖力强。那同样的，水色呢就是遮盖力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实色涂上去以后，你下面的颜色啦、线条啦很容易看不清。那水色呢涂上去以后基本能看清，是不是啊？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，这叫水色。我们中国画里头啊就分这个。在我们中国古代啊，由于没有这么发达的化学工业啊，实色一般是从什么呢？矿石里提出来的，矿石或者宝石。像水色就是用植物身上提取的。我们也可以作为它的区分度。为什么一定要区分呢？注意了，因为我们后面要学习实色上面，在实色的底上面染水色，这是一种。第二就是水色的底染实色，这是第二种技巧啊，这都是我们后面要学到、练习到的问题。所以你要分清楚哪些是实色，哪些是水色。再往下就是实色上面染实色，实色上面加实色，是不是啊？水色上面加水色，它染起来的难度都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。你要清楚啊，实色下面染水色需要的技巧，水色下面染实色需要的技巧，这都不一样。还有浓色上面染淡色，淡色上面染浓色，区别又不太一样啊。这就是我们后面将学到的内容，是不是？那说到这个实色、水色，我们就那我们现在怎么分呢？啊，咱们从古往今分。现在啊，实色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化工颜料里面啊，这些啊它是也有分的，因为它比较便宜，它都是化学工业生产出来的，它也是分实色的。怎么分实色呢？首先注意了，名字里头有石头的石字，一般来说都是实色，自古以来传承下来。比如石青、石绿，比如说这个赭石啊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朱标里头有石字旁啊，看到了没有？有石字旁，它也属于实色。这水色就是没有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种我们现在能用到的啊，基础的。我还建议啊，刚开始就用这种比较便宜的化工颜料，你就能够画足够大、足够多的画了。等以后啊，提升起来了以后，要用到什么呢？要用到这样，这个是实色。这些所有的颜色，实色里面各种颜色都有，水色里面各种颜色也都有。你看，这就是实色的各种颜色，全部都是矿物质颜色啊，全是要么就是用宝石的墨，要么就是矿石的墨，石头的墨子。你看有绿色，有黄色，有橙色，有这种黑色都有啊，是不是？各种颜色，这些颜色光用实色来染颜色，也就叫实色上面染实色。矿物质颜色上面染矿物质颜色，我们给它发展出来了一个叫颜彩啊，颜彩。
是我理解的颜色啊，就是矿物质颜色上头染矿物质颜色啊，这就是颜彩。那水色上面染水色，那就是常用的啊，那就是老百姓常用的水色。比如说那茶的颜色也有赭石，你看我们这个咖啡色，石色的咖啡色我们叫它带赭，是不是？那还有水色里头咖啡色，我们拿化工颜料调也行。大自然中你就拿普洱茶，普洱茶给它泡完了以后，那个茶水的颜色那也能染颜色，那染色那就是水色，是不是？拿这个一对比，是不是大家对这个石色水色就有清楚的认知了？水色是可以直接用的，石色不行，石色必须把它拿出来和这种胶啊，和这种胶先把胶和这种石色的粉末相融合啊，是把它搅匀了，搅成这种颜料的感觉，然后再兑水才能用啊。它是分2个步骤的。当然了，石色里头最贵的叫金属色，像这种铜粉啊，像这种铜粉，还有金粉，像这种银粉啊，银子的粉，这就是金属色。对，这些也是需要调焦的，这就是我们中级班或者中高级班啊，你画到一定程度了，再考虑用这些。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啊，成本问题，就是一小瓶儿，这就是一小瓶儿啊，基本能顶着一大筐啊，一小瓶的钱啊，顶着一大筐的钱，基本吧，不能说一个完全准确，差不多啊，2瓶肯定够了。而且啊，这个石色呀，我还跟你们说，每一瓶的石色我都是克数都是一样的，重量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有的就多啊，你看它就像这个就满满的一瓶，这个雌黄，这个石绿啊，石绿1它这个颗粒比较重，它就半瓶。为什么它这个瓶数啊，它这个数量有多有少呢？它不是说是颜色，它就是装满了啊，因为它的密度不同，重量是一样的，密度不同，密度越重，它的数量越少，体积越小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后用石色的时候，这种矿物质颜色的时候，要注意啊，别冒泡啊，别冒泡，它是绝对就是跟密度走的。像这些啊，普通这种化工颜料，它一管就是一管，它跟密度没关系啊，密度都差不多，就是色相不一样而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要简单的进行一些普通的褪晕训练啊，进行一些普通的褪晕训练，就是通过这些颜色的平涂和颜色的晕染啊，我们进行一些普通的颜色的褪晕训练。前期我们也进行了什么呢？平涂训练。现在就是我们颜色的褪晕。通过褪晕啊，我们来什么呢？我们来了解这种同类色的使用啊。我拿一个什么呢？我拿一个花瓣啊，我拿一个花瓣作为演示，是最好画嘛啊，一个花瓣一片叶子，是不是？大家要勤加练习啊，勤加练习。好了，我们色彩的方面啊，色彩的知识就到此为止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褪晕训练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啊来进行这个晕染的教学啊。晕染的教学我们注意了啊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染过渡色的方法。我们中国画分勾、皴、擦、染、点，染就是点线面中的面的绘制，画点、画线、画面，是不是？染就是面的一种。那勾、皴、擦、染、点和染里头的话啊，包含很多染法。我们现在它所有的染法都不外乎一个基础。我经常跟大家说，任何东西都是有一个最基础的技巧。通过这个最基础的技巧，给它换一些东西，还是这个技巧给它进行变换。那我们晕染的话啊，这个晕染就是我们工笔画所有染的技巧中最基础的一个。那好了啊，它需要用到的，首先你染颜色嘛，首先需要一根什么笔？染颜色的色笔，蘸颜色。第二，还需要一根蘸清水的水笔，色笔和水笔。也就是说，染的时候一般来说都用2根，有的3根，有的4根啊，不一样。还有什么呢？还要用一根啊勾线笔给它勾个造型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勾线笔它不属于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
吸水棉或者吸水布或者一张餐巾纸都可以。我经常用的就是这个餐巾纸啊，就拿，因为餐巾纸随手可用嘛。有时候你去其他的地方啊画画的时候，你这个拿的吸水棉、吸水布一大堆，是不是不合适？那我就餐巾纸就行啊，餐巾纸。还有一杯清水啊，一杯清水就是清水，用来专门用水笔蘸水用的。那我们以这个什么呢？以这个曙红啊，以这个曙红，我们以这个色阶，就是以什么呢？啊，以这个色阶为基础啊，就拿它做个举例吧啊，拿它做个举例，染一个花瓣，拿它做一个示范。我们来染，首先啊，来染最基础的一个啊，最基础的，首先我粉色的来，首先注意了，有一个最基础的概念，你勾线的时候，不是一上来就用浓墨勾啊，你要考虑这个物体的什么呢？考虑这个物体的浓淡啊，它的深浅。如果说它是个浅色的物体，那你要用淡墨来勾啊；如果是个深色的物体，那你就用什么呢？稍浓的，越深啊，它这个用的墨线越重。那粉色的花瓣属于浅色的物体，那我就给它勾一个什么呢？勾一个荷花的一个小花瓣，用淡墨，丁头鼠尾啊，稍微来一点。勾出来一个花瓣，这就是淡墨，因为它是浅色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就边上调一个曙红，先从淡曙红调起。当然你加水的时候注意了啊，加水也有技巧，你不是说拿毛笔加啊，最好是有的拿滴壶，我个人喜欢用这种矿泉水瓶儿，小的矿泉水瓶，不要装满水，然后给它加一个，上面扎一个眼儿，用的水一般是纯净水。在这个浓的这个曙红里面，拿笔尖轻轻的挑它啊，点进来一点，点进来一点。调一个淡的曙红啊，调一个淡的曙红。怎么看这个颜色呢？注意了啊，你看，比如你旁边有一个试纸，我这个就不说了啊。比如是边上有个试纸，你往上一画，然后拿指头一搓，搓开的地方就是它颜色干了以后最终的颜色。因为我们这个颜色啊，一般来说，它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现象啊，就是说你染的时候挺深的，干了以后就变浅了。所以啊，一定注意，你看，慢慢的给它加深，我觉得有点浅，我再给它加深。哎，然后边上再给它画，你又要学会用这个裁子下脚料啊！你看一搓，是不是还有点浅？好，我在笔尖再填一点曙红，我再给它加。就在你要学会啊，你看我就刚才这个盘子嘛，我就刚才这个盘子，你看我给它填一填啊，皇帝，加一点。一定要去学会试这个颜色，怎么试？你不能画上去就完事了。对，你看这样一画，这样一画啊，然后我一搓，哦，这个颜色差不多了，这就算是 OK 了。然后色笔准备好，然后水笔都要蘸上水，潮湿一点。注意了，这里就有知识点了。不同的浓度，它水笔中的颜色，它水笔中的饱和度是不同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这个色笔中的颜色越饱和，就是你蘸的越多啊，笔越湿，你水笔中的水也要相应的多。如果你的色笔中的颜色越浓越干，你水笔的也相应的要往小低，往小减，也不能太湿了，也要逐渐的干，它俩是一个平衡，知道了吗？啊，而且脱染的时候注意轻轻的。什么叫轻轻的？我这个轻轻的呀，因为我们是网络教学，我没有办法给同学们把这个轻轻的力度演示出来，你们也看不出来。我给举个例子，就是掏耳朵时候的力度，比那个稍微再轻一点。
你怎么掏耳朵的啊？你是使劲抠，你还是轻轻的抠？是不是？就是那个轻轻，比那个再轻一点。然后我们分2个步骤，怎么染这个过渡色？首先第一，你要分清楚从哪儿到哪儿，由深到浅怎么变化。我现在是由根部由下往上逐渐变浅，那分2个步骤。第一步叫平涂，我们上节课学过啊，先平涂，平涂的标准，颜色要均匀，边缘要整齐。第二个叫脱染，就是把颜色像扫地一样，把它颜色给它扫出去，越扫越淡，越扫越淡。怎么来呢？你看，首先我先平涂，粉色花瓣涂到2/3处，下面全部都有。平涂注意边缘整齐，然后水笔探进去，不是在边边上，是探进去，轻轻的给它投到这儿。我想让它赶紧变淡，好，餐巾纸来了，擦一擦，把笔尖的残色擦干净，然后擦在边上，再给它。你看，由深到浅来了。我们的中国画没有这么难啊，这么简单，没有这么难，没有这么简单。首先第一遍完了以后，这个技巧就叫最基础的晕染。注意了，这是一个啊，这就是最基础的动作。你把这个动作学熟练了，再往下我们还有2阶，这叫第1阶段，第2阶叫退晕。什么叫退晕呢？我把它吹干了。注意了，第2遍我们要上色，和第1遍不一样。首先第一要把它吹干了，在干燥的环境下染第2遍。我们这个动作叫退晕，就是退着晕染。就是说我要把它的深部加深，亮部不动，深部不断加深，它越来越深，然后亮部逐渐扩大这个亮部的面积，然后它就会形成深部不断加深，亮部不动，慢慢扩大，亮部的面积不断扩大，慢慢的它就好看了，对比就加强了。我们刚才涂到了2/3处，是不是？现在我就要缩小，涂的地方要减小，这次我要涂到大概1/2处。都是个大概啊，当然没有标准答案。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然后继续把它从里面探进去一些，然后你看有残色，在笔尖上给它抹一抹，再继续轻轻的啊，再抹一抹，再继续。第2遍，水干。然后你看，同样的就是这一个颜色啊。第3遍，刚刚1/2，现在1/3。再探进去一些。同样的，你看就是重复，赶紧把笔尖给它残色给它，再来。大家看到吗？通过3次的累积，是不是就差不多了？然后我们刚才的色阶是不是要给它？你看看，我拿了我那个色卡，这只是用它的中间色，是不是啊？那好，我现在要再加深，要里面加曙红，加颜料把它加浓嘛，就是说颜料多一点。那我这个就怎么样呢？就可以直接再拿我这个浓色的盘子上面给它舔一舔，把它这个曙红啊，我给它调浓一点，直接用这个比较浓的颜色，但也不是特别浓，稍微浓一点。你看，
一搓是这样连。我再给它减小面积，刚才是1/3。好，我这次这就是浓色了啊，颜色浓一点。再给它探进去一些啊，你看把它拖出来，及时的把笔尖残色搓掉，轻轻的，及时的搓掉。对不对？哎，及时的给它，你看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花瓣的这个深部，最后你还可以里面再加一点什么呢？红色里面加点墨啊，形成什么呢？形成墨红。你看，墨红色，或者胭脂也可以，胭脂就属于墨红的一种。再缩小面积啊！你看墨红色，就这一点点，给它大面积的从里到外拖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不就你看由深到浅的过渡，是不是活了？你说老师这个还有吧？这个还有亮部呢？对。有些同学能想到这里，你看，就是最亮的这里，它是以白色为主，是不是啊？白色加红色，那我这里面就加什么呢？加白色。刚才我那个白色颜料，啊，白色，我往这个红里面加白，或者就是白色里面我给点一点红，都行。这是白色里面，我给它拿红色的笔调一调。白色加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啊，它是隐性基因。然后什么呢？从根部，从尖端亮的地方，我们再给它亮部加亮。暗部变暗，哎，你看这个花瓣画到现在啊，它这个怎么了呢？啊，它这个颜色由深到浅的变化就完整了啊，是不是一个色阶的变化？我们拿来看一看这个色阶的变化，3、4、5啊，你看它慢慢的气息都有，是不是啊？你要觉得不行，再给它加深啊，不行不够白。怎么样？继续白啊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什么呢？褪晕啊，基本的褪晕。当然，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变化，什么变化呢？来，我接下来给大家开始演示啊，演示一些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。一个叫这个叫我给画几个小方块吧。一个叫刚才我们的叫宽染啊，一个叫正常染啊，一个叫窄染，分3个。这里面有几个小技巧，刚刚你们看的时候啊，它其实有几个不同的晕染技巧，就是刚才我染这个的时候分3个不同的技巧。哪3个不同的技巧呢？胡和老师给你们一步一步的分析啊。我讲课啊是比较细的啊，有些就是有些时候啊，你给他演示完这个，有些同学认为啊他已经学完了，错，其实这里面有3个小技巧，这3个小技巧我不说，你肯定会出现问题。哪3个小技巧呢？一个叫正常染。什么叫正常染呢？啊，正常脱染。我一讲的话，大家肯定就原来这样。其实啊，我不说，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啊，不说你染到一定程度你也不知道啊。就是说，你看我平涂，同样的平涂完了以后啊，你看平涂到一半，我这个水笔主要在水笔，
我是从它的平涂的这一部分往里探到一半的地方给它拖染出来。你看，从这里给它往出拖，一直拖到外面啊，然后及时的把笔尖给它舔干净，就是涂到平涂的面积的一半探进去，这叫正常的普通的染。第二种叫宽染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平涂到一半，我这个笔怎么样？位置从最里面给它拖出来，大面积的拖。第三种方法，还是我平涂到一半，我就在边边上给它有个很窄的啊，我就在这里给它染一下，染完了，这就染完了，边上这没有，这叫窄染。这三种啊，在我们初级学习的这种初步学习的这种过程中啊，都会用到。首先这个染啊，就正常染，我们经常弄，这是大面积的。这个什么时候染？宽染就是颜色很浓的情况下，需要用到宽染。什么意思？比如刚才我这个最深的地方，我就一点点，颜色很浓，对不对？颜色很浓的时候，需要用到大面积的染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来，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，颜色很浓的时候，你该如何染啊？如何染？吹干了啊，吹干了。然后我把这个红色啊调的浓一些，红色调的很浓，特别浓。你看这个浓度就很浓了。你看，这颜色很浓的时候啊，一定注意，你肯定有浓色，因为我们每次退晕到最后啊都是浓的。颜色很浓的情况下，它的面积一般都不会很大。像这种情况，你看平涂完了以后啊，晕染的时候注意了，水笔要干一点，稍微干一点，然后给它大面积的、轻轻的啊，从里面给它拖出来，轻轻的拖的时候注意，及时的把你的这个什么呢，水笔在餐巾纸上擦一擦，然后拖一拖，擦一擦。拖一拖，擦一擦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就轻轻的给它拖出来啊！你看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还能给它，这样就能啊，在很浓的颜色给它画出这种过渡色，然后大面积的一直拖到最根部，过渡色就出来了。这个诀窍是什么呢？颜色浓，水笔要轻。还有一种就是窄染。什么叫窄染呢？就是为什么这个是窄染是怎么用在哪个程度呢？就是你的面积形状特别细小，有些时候我们画这种很细小的结构，比如叶梗啦，比如飘带啦，它就要求在这么细的环境内，你看我这也就是3毫米左右，你这染出过渡色来，是不是啊？不管浓色还是淡色，它窄染。你看这样情况下的话，存在不存在？所以注意了，这个窄染是有诀窍。首先平涂完了以后，你看就在这么窄的范围内啊，我要给它染过渡色，你数5声，让它这个颜色呀，在我们的纸面上有一个渗透。5、4、3、2、1，水笔稍微干一点，轻轻的给它边上一扫，轻轻的一扫啊，在很窄的范围内啊，你就能染出过渡色了。为什么要稍微等一等呢？因为啊，我们这个纸是有纤维的，纤维只要有纤维，它就有孔隙，
像这种颜色啊，你稍微的让它在纸面上让它渗透上一定程度，你再让它再晕染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染出来，在很窄的范围内染出过渡色了啊。这3种是我们前期基本都要用到的颜色啊的技巧。你看光染了一个，我分出来3种。其实刚才啊窄染的话，我在倒数第2遍这个红色就进行了窄染，然后呀最后这个我进行了浓色的大染宽染。还有注意，实色染的时候和水色染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啊，也不太一样。当然了，后面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中啊，会将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好的应用，这些就是我需要强调的这些知识。而且注意了，这个笔的应用，颜色色笔最好是一种颜色一种笔，大概分为几种，红黄蓝白黑，这是最基础的5种颜色要分开。剩余的如果有能力的同学，你再加几支橙绿紫啊，橙色绿色紫色咖啡色啊，这些都是需要单独的颜色，就一支笔你就染这一种颜色啊，用一种颜色就行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这个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这个晕染的技巧啊，我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这么几种啊，希望你们去多练习啊，多练习，尤其是这种普通的染、宽染、窄染最基础的3个技巧。再往后我说的这些啊，这一套叫干染，叫干染啊，干干的干。还有一种染法叫湿染。湿染的话啊，就是什么呢？衬湿染。我们同样来染这个也是这个花瓣。什么叫衬湿染？把它吹干。湿染就是说在潮湿的环境下啊，我们给它染出过渡色，就跟水彩的感觉差不多。但是我们也有变化，有的是部分湿染，比如说我上面给它这里要浅，好，我把清水笔我涂上清水，但是不要过多。好，下面的话我是干的，你看我这个水啊，在潮湿的环境内它就散开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在有水的环境内，慢慢的轻轻的再给它往上走一走。你看这个也出来了啊，也能出来，这叫湿染。这叫部分湿染。还有一种叫什么呢？整体湿染啊，整体湿染。整体湿染是把这个全部涂湿。然后颜色要浓一些啊，颜色要浓一些，从根部开始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话，轻轻的啊，然后把它的颜色衬湿啊，给它还跟我们刚才的步骤一样啊，就是有水的环境内啊，给它染出来。这样的方法也行啊，倒是也行，但是麻烦。你看出来的效果也能出来这种过渡色，但是麻烦就是麻烦在什么呢？你这个涂水的地方一定要精确，一不精确它就顺着水就出去了，不好控制啊，不好控制。有些时候啊，湿染干染可以结合起来，还有一种叫接染啊，接染就是我这边用一个颜色，然后用水笔的时候我们换成其他颜色啊，给它过来接过来，也趁湿接也行，干接也行，这就是后面的方法。也不难啊，都不难，只要你把上面这个搞定了，干染搞定了，湿染呀、
接染啊，这些都是变化啊，都是变化。湿染的话，我们后面的学习刚开始啊，我不建议一上来就湿染，因为什么呢？湿染我认为属于一种取巧的一种手法，并不说不对，而是说是刚开始啊，要把基本功扎实好，用干染为主。等你染的完全熟练了，像这些啊都熟练了，在后面的应用中啊，你就就是湿染啊，水到渠成就会了。你一上来就练这种湿染，你到了该需要干染的时候，你就很痛苦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注意了，基础是这个，其他变化都好说啊，都好说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那我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这个基本的这个晕染技巧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有色卡吗？不是，有这么几种色卡颜色，你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给它进行这种褪晕的练习啊，是不是？调色完了以后练习，也可以跟着我们后面的课件啊。我一般啊有基础课的话，课件啊好几种颜色都给它混在一起啊，能给你们又能画一个作品，又能把这个颜色训练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注意了啊，这些应用的话要跟着课程走。至于作业的话，这个晕染的作业啊，每一个你就把这每一个色阶给我调出来啊，你要跟着我们的那个电子版的这个色阶，你给我调出来啊，就 OK 了啊，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晕染啊，自己多练一练，窄染、普通的染、宽染、窄染、普通的染、浓色的染啊，窄窄的染，是不是？这个花瓣没事干练啊，没事干练习。如果你有些同学他是啊，如果说是条件不允许，身边只有墨，你就拿墨也能练习啊。窄染浓一点的墨给它染一染，浓墨怎么染？是不是窄窄的拿墨怎么染？这手法是一样的，你不一定要用颜色啊，用墨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那我们这节晕染的技巧课就到此为止。